想做什么都可以尽量尝试就对了。这里是同一个时间63000个人可以做礼拜的，对，土耳其最大的。哇，马夏拉，绝对是要马夏拉的。其实这个以佛所的城市呢，它算是东方庞贝，哇，而且它保存的非常非常好。哦，开始配了，开始配了，开始配了。利剑山，你看很像吗？那边。这也太大颗了吧！这个算是大家对土耳其的印象。换我了，你走，加油 ，Team Taiwan！好了，各位，那我们自由的旅行者的第一站呢，大家应该很好奇会去哪里，对不对？就是在台北市。其实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呢，就是要来介绍我的搭档。其实他不是台湾人哦，他是一个在台湾生活很久的外国人哦。这个大家应该会一看到就知道他是谁。好，那我们就去找他吧。没错，既然要踏出自我界限，与世界交朋友，找个好搭档，肯定是能让这趟旅程加分不少。而话说，这位朋友可是跟我们要去的国家息息相关哦。Hello， 欢迎涂家，来，欢迎我的工作室。这边哦，这里很漂亮。对，我跟你说，大家看到这边，涂家你是哪里人？我是土耳其，所以我们这次就是要去你的家乡，对不对？没错的。那这次有你陪我回去，我觉得这很赞。还有，我想要带你去我的家，认识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小妹妹会结婚。OK。缘分就是这么的出其不意，涂家妹妹的婚礼成了我们这趟在土耳其最特别也最期待的体验之一。但为了筹备妹妹的婚礼呢，涂家得先飞回土耳其，而1个礼拜之后，也换我从台湾转机泰国，飞往土耳其伊斯坦堡，开启我外景节目的第一趟旅程喽。我看一下，我们是 TG 900，然后11.35起飞。C2，好不好？接下来呢才是重头戏，从曼谷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机场要10个小时，非常的漫长。大家早安，我在伊斯坦布，现在早上4点半，那我们现在去接蓉蓉。历经了千辛万苦，我们总算是到了。那我们现在的任务呢，就是寻找涂家，不知道他会在哪里耶。你们看，我看到一个帅哥，耶 ，My man， 欢迎，兄弟欢迎。我们到了。好，那我们到土耳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那个 eSIM 然后先借一下热点。这个很方便。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报平安，好看容妈会不会接。对，希望接了，妈，我们到土耳其了，这个是涂家。嗨，姐姐，你好。好甜哦，嘴巴好甜哦。这另外一个主持人。当然，姐姐。对。照顾我们阿飞，谢谢。好，拜拜。好，拜拜。你妈妈真的很可爱的，很可爱的。从台湾出发，经过约15个小时，我们总算是抵达了土耳其，一个横跨欧亚2洲，同时拥有古希腊、罗马和伊斯兰教珍贵遗迹的国度。而这次我们的公路环游计划，也将在起点伊斯坦堡稍作停留后，赶往西部大城伊兹密尔参加涂家的妹妹的婚礼，接着陆续前往地中海度假胜地安塔利亚、西部观光重镇卡帕多奇亚、涂家的家乡首都安卡拉，最后呢，再回到伊斯坦堡，细细品味千年古城的风光。来，我们来到土耳其的第一站呢，就是要来搭这个 T1 轻轨，因为其实伊斯坦堡非常的大，T1 其实很好玩，基本上你说蓝色清真寺啊、地下水宫或者是圣索菲亚清真寺，我们都会到。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站蓝色清真寺，好，那我们要来先买卡。现在我们没有卡，我们先需要买一张空的卡。
110。110看看。 Den 3 geç bilet satın alabilirsiniz. OK。这个你呢？哈哈，伊斯坦堡卡，我们是不是要再储值？对。 Kart yüklemeniz gerçekleşti. OK 了。好，来，涂家你先走，我帮你刷。 OK。 OK， 来了。哦，刷一次呢是27块里拉。来。我们去这边吗？对，好了没？我们要到7站，那我们中间会经过那个香料市集。对，然后大市集都会。这条线就是这个很近全包了。其实这个是比较外国人用的。如果你一般的上班族用的话，这个时间我们上不去。真的，这个是比较有经典的地方。而且今天又是礼拜六。礼拜六现在蓝色清真寺那边人很多，我们为什么选今天？礼拜六。现在一定超多人，马上了。到了。好，我们出站就不用刷卡，对不对？应该不用吧？对，直接走出去就好了。就是这样的，方便。你觉得方便？可以。嘿，涂家，这样真的很赞啦！相信你也知道，在台湾进站逼，出站也逼，要是遇上尖峰时间又要赶场的话，真的是很伤脑筋的。不过不说你可能不知道，伊斯坦堡曾经是名列世界上最塞车的城市第1名，所以善用大众运输系统，绝对是在这里旅行的不二法门。不管你有几个人，不管是要搭地铁、公车、轻轨，甚至是渡轮，只要一张伊斯坦堡卡就能搞定。那来到了人最多的这个广场，那两边呢，当然就是所有游客来到伊斯坦堡一定要看的，一个是圣索菲亚清真寺，另外一个是蓝色清真寺。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广场，就是正好是两个建筑物的最中心地带。蓝色清真寺可以说是旧帝国遗留下来的最大的清真寺遗址。其实呢，这个清真寺的名字呢是叫苏丹艾赫买德。为什么这么有名？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壮观，它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工程，它有6个宣礼塔，在当年可以说是17世纪早期有6个宣礼塔的，只有我们穆斯林的一个圣城麦加。没错。但呢，它突然也建了个6个宣礼塔的一个大型清真寺，也是间接性树立自己才是伊斯兰教中心的一个地带的一个位置。这个人潮也太多了吧？我上次来的都没有人，现在超级多。给大家看一下最经典的画面，可以吗？挤得进去。哇，太夸张了，这太夸张了，人很多。哇，总算进来了，超漂亮的，天花板真的超美。目前可以看到整个天花板啊，它都是以用金箔的一个形式的一个阿拉伯的一个古兰经书法来装潢整个清真寺。所以我们的宗教里面是肖像是禁止的，所以我们只能用阿拉伯的一个书法的几何对称来装潢我们的这个清真寺。最后面有没有看到前面有个空地呢？就是给穆斯林专程进来这个蓝色清真寺里面做礼拜的，做祈祷的，所以前面它还是会划分一个区域。通常大部分的清真寺都会这样子。清真寺内部的吊灯结构其实是清真寺所建的那一年保留至今。原本是每个玻璃里面都是有蜡烛，后来是油灯，再后来灯泡的一个结构。每个吊灯中间呢，大家可以看到是有一个椭圆形的一个东西挂在这边，那个其实是鸵鸟蛋。早期的建筑师们发现了任何昆虫，包括蜘蛛，它会惧怕鸵鸟蛋的这个气味，所以呢，把鸵鸟蛋挂在吊灯系统上，可以驱赶蜘蛛，防止它们在清真寺内部以及天花板进行这个织网。从灯饰、瓷砖、伊斯兰书法到被称为大象脚的这4根巨大的大理石柱，都显示蓝色清真寺不管是在宗教、艺术、建筑、文化，都有着跨时代的象征性，也难怪是伊斯坦堡必访的景点。而且趁着今天刚好是周末，导游特别推荐私房特色市集，保证是各国旅人的最爱。好，那我们今天在伊斯坦堡，就是世界各国旅游的时候，我不知道涂家有没有你
会收集什么东西吗？其实我有很多东西，因为现在知道我有一个工作室嘛对艺术的地方，所以我很喜欢其实看看各国的东西嘛。可以激发一些灵感，对不对？对啊。对，那我自己呢，我会收集大家应该都知道世界各国的钞票。对好，那我们今天来到算是在伊斯坦堡，那你买钞票？跳蚤市场。我们今天来用钞票买可以了钞票。说到这个 Fericut Antica Pazar， 不只是跳蚤市场这么简单，甚至还有人形容这里是鄂图曼帝国的杂货铺。除了各式帝国时期的古物、伊斯兰书法艺术品、泛黄的书籍照片，还有各国的纸钞钱币，绝妙彰显伊斯坦堡汇集多种文化的特性，以及令人错乱的时间感。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边有卖什么。其实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有，你说 CD 啊，或者甚至是家里的书，还有我刚连那种照片都有。那我当然最喜欢的，我已经看到我的目标了，对，就是世界各国的钞票。哦，这个是我知道，这个是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是我的年纪过这个，可是这个是多少？这个是我可以买一个可乐。小时候，你小时候，对，真的哦，这么小的50万，对，这么小的50万可以换一瓶可乐，哇！这个是这个也知道，这个是一个买韩国，没有开玩笑，真的。其实蛮多地方我都去过，像看巴基斯坦、阿富汗，然后还有这一组叙利亚的一个 set， 它卖170其实算便宜哦。但我真的想买这2张 FS， 然后还有这个 Cappadocia， 他刚刚是开2张600块给我，但我觉得这个蛮值得。How much for this two？好，这2张我觉得很有价值啊，对啊。那你看正面来给大家看一下，2张开幕是长不太一样的，对吧？然后背面我觉得卡巴多基亚1张，然后下面就是 FS 古城，值得。涂家小时候有用过，大概20年前，那时候通货膨胀很严重的时候，这张币值其实是2000万，但后来直接把0抹掉，对，这样比较好算嘛，直接把6个0抹掉。好，战利品。没想到旅程一开始就有如此好运，毕竟要刚好遇上有古董市集的周末，又能找到极具纪念价值的钞票，真的是很不容易啊！而且如果你口袋够深的话，还能挖到几百年前的古董带回家哦。这个是之前他们需要煮饭，对不对？他们需要火。对，有一个石头，这个石头他们打的之后会有火。对，没错的。打火石，对，它就代表它掐下它会有火花。之前的。哦，一个打火石，你看它的细节也做得这么好。他说这个是200年的，200年。这个多少钱？2500。对，哦，划算了。这个是男生的，那个男生的声音。敲门的东西就是用这个。这个女生的，你看比较。你看声音，再一次。对。声音有差，因为它的厚实的程度。男生来了，男生开；女生来了，女生开。哦，打仗用的。Viking， 这个是吧？哦，蛮厉害，所以先不要摸。这个是我们还在土耳其的东部可以用的。现在还有在用？我也用过了，怎么用？那个是你先羊毛嘛，你知道羊毛很大的。对。羊毛你先用手这样硬一点的，之后带这边，你看这边带，你之后需要很快这样走了，很快这样走，像这样。毛边这样子，你看。一圈这样子。之后它是一个线，你看这样的。哦。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我手上拿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把它翻过来，你们应该就会有想象力。这个呢，它其实是火山的浮石。那这个涂家刚刚跟老板问了，就是在土耳其浴之前，对，要用的，不能脏的鞋子进去那边吗？所以要先刷鞋这样。对，先刷一刷。哦，他很聪明，用火山浮石来做成这个鞋刷，很传统的东西。对，这个蛮特别的。贴近生活的古物，让人觉得既好奇又充满亲切感，也能一窥上个世纪土耳其人的生活样貌。不夸张地说，市集走一遭，就像上了一堂土耳其历史课一样。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Michael Jackson 有没有？1993年站在这个超级杯，在那边站了1分半，全场欢呼，大家应该知道吧？我记得是1993年啊，这很帅。这个老照片看一下。这个是为什么买？这个应该是装饰用的
把。应该是电影什么什么的用的吧？对啊，你看，你看随便拿一张就是1976年，将近50年前的老照片。之前的土耳其小女生。她20里了。哦，你看，怀表你牌子看，这个牌子你知道吧 ，Omega 的。不那看到了呗？它是5000里了。这个是奥斯曼帝国的很礼貌的、很可爱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吃了槟榔，对不对？对。你想要吐，不吐，不能在里面外面的，你直接这个里面。回家。你看这么贴心，太 gentleman 了吧？所以看，重点是现在里面真的是红色的，对，真的是红红的。难怪人家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你看，就连逛市集都能了解古人的智慧与环保观念，更别说还能贴身观察这里最特殊的行业——送茶哥。我们点一杯茶，1 Thai， 快 ，How much? Thank you. Okay. No, it's okay. 好，他忙，这边他今天应该 Hello， 好忙哦。哇，太烫了！他是拿着热茶一直走的。热茶还有一个椅子可以让他坐。哦，还有这没有很重。这个轻轻的而已。他没有直接拿钱，他是算那个他的coin，他小小的coin有不同的颜色，然后看哪一摊位的，就蛮厉害的。月结啦，我觉得应该是月结。因为土耳其人一天至少要喝7杯以上的红茶，所以市场里通常有1到2家的煮茶小摊经营。师傅在只容得下1个人的狭窄空间，在冒腾的蒸汽中，一边烫茶杯，一边装满茶。送茶哥则是蓄势待发，像小蜜蜂一样在摊位间来回穿梭。茶资可以越结，但茶一定要热喝才对味。倒是土家逛了那么久，也不知道有没有收获哎。土家，你有买东西吗？我刚刚跟大家吵架了。我说了因为我看到了 Superman 的之间的漫画嘛，我说了3个要1200，他说1200，争执了多久？之后他说1400，我说了我不要，我离开了。我花了半个小时，我生起来了。好，补贴你200啊！带着满满的收获，我和土家暂时告别伊斯坦堡，马不停蹄向西部大城伊兹密尔前进。因为明天就是重头戏，土家妹妹的婚礼，说什么也不能出差错，对吧？只是途经布鲁萨，却有个让世界旅人都不得不停下脚步逗留的重要原因。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叫做布鲁萨，它是鄂图曼帝国的第1个首都。1335年的时候当首都吗？我们要去吃，是不是在布鲁萨这边很有名的一个叫 Iskandar？ 很多人现在说那个是 Iskandar 烤肉嘛？对 ，Iskandar 烤肉。Iskandar kebab， 其实它是 Doner kebab。这个烤肉店的老板的名字是 Iskandar。哦，他就是所以算是最早。对，最早的。难怪。大家说 Iskandar 的烤肉 ，Iskandar 的烤肉 ，Iskandar 的烤肉变成 Iskandar 烤肉，懂我的意思吗？就它。对，它的名称已经够大，然后代表这个料理。我们已经习惯在台湾，如果一个餐厅的一个美食好吃的话，大家排队，对不对？你在土耳其不会看到这样的，因为是土耳其人非常讨厌排队，可是你看还在很多人排队，这个意思是什么？这里是 number 1。哇，那也太大颗了吧？有没有闻到？这个算是大家对土耳其的印象。Doner 的特色是这个，你看每个地方很平，很均匀。对，为什么很均匀？同一个时间，每个地方需要烤的，不能一个地方刚刚好，一个地方不能太还要包这个饼。对，你看这个是手工做的，它刚 fresh。很多人不知道，可是这里的重点是什么？这里的重点是那个奶油。哦，对，奶油很香。对，有些的奶油是 OK， 他说这个也奶油，这个也奶油，哪里不一样？真的不一样的。如果一个牛在爬上自己脚吃的东西，感觉不一样。运动有比较那个 fresh 吃的东西的话，它的奶油更好吃，应该是更健康的感觉。更健康。说到土耳其烤肉，怎么可能不提到沙威玛呢？
但这个是在中东及阿拉伯国家的叫法。来到土耳其可是要说 doner kebab， 也就是旋转烤肉的意思。而且这种垂直旋转烤肉正是19世纪鄂图曼帝国时期才在我们所在的波萨发明。既然来到了发源地，我们怎么可能错过呢？来，你看，哇塞！所以这样就直接吃吗？直接吃的，可是还有等什么吗？哦，它会直接迎上来。对，你看，哇，这个是奶油，奶油直接这样100%品质很高的奶油，不是一般的奶油可以的，这个是才可以做的。先下面放面包，它的上面他们加了有一点番茄酱，之后这个沙威玛，旁边有优格，对，沾着吃这样子。对，没错。OK。真的，你不说，完全不会认为是有羊的那个骚味，那个膻味。没错，还有我是一个土耳其人嘛，我很多地方吃了 Iskender doner kebab， 可是这个是真的不一样的。这个面包很好吃，这样的，它有个特别的烧焦的味道。对，你看这样的面包，这面包很可以。这样吃，还有优格，看，给你看，这样。土耳其人很幸福哎，这个很好吃哎，因为它这个油脂其实蛮多的，但你一沾到这个油它就把那个腻的感觉把它带走了，对，就会不自主的越吃越多。这个亚历山大烤肉的吃法，应该算是 doner kebab 的进化版吧。多层次的口感与味道在口腔内相互激荡，也难怪一座重达75公斤的肉山，每天要卖出2到3座。当然，正餐吃完，土耳其人怎么可能不来份甜点呢？刚刚厨家直接问排队的人们说，这里最好吃的小点心是什么？就在巷子里面。对，这个就是栗子嘛，对不对？对，没错的，栗子糖给你们看。这你小时候也会吃？小的时候爸爸买给我们吃嘛，你看看很重，对，这很重很扎实。因为是你们来这里嘛，我一定请他们吃的，来布萨一定吃这个。就你吃单吃栗子会觉得很干，但这个没有，它带一点甜味，不会太甜。我觉得可以。你觉得甜吗？我觉得不会。这个我可以。可以了。头脑没有了。看看有没有甜？栗子的，还蛮妙的，甜的还蛮不会腻，是好吃的。谢谢。很像那我们以前吃的一种豆子，有没有？这种皮的哦。冰的那个刨冰里面那个豌豆，对，那种对不对？这个是大红豆啊。对啊。这个是在布萨吃是有的。真的，这个是在布萨吃是有，别的地方没有的。所以你们来布萨的话，第一吃这个，对 ，Iskender，第二吃这个。原来 Bursa 位于乌鲁达山，此山又以盛产栗子闻名，各式栗子甜点也就成为这里必尝的美食之一。不过接下来要参与的这项活动，更是土耳其闻名国际的传统运动——油脂摔跤。顾名思义，就是要在身上涂满油，然后进行摔跤，而且就连身上涂的油也是有讲究的哦。对。阿麦，这5公升够吧？先演练一下。我人生还没有买过这么大桶，1桶就够了吗？这样子不够。这只要买1种吗？没有，买2种。买2种为什么？橄榄的和就是花籽油。这花籽油。对，要这么讲究。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抹油抹成这样子。现在要买3公斤的花籽油。3公斤的花籽油，然后2公斤的橄榄油。2公斤的橄榄油加上5公升。对，好，这应该是橄榄油对。这是2公升的橄榄油，好的，然后3公升的花籽油2罐。好，来，你看，你不怀好意。
人生第一次这么大费周章的来买油，为的就是土耳其的国民运动油脂摔跤。而油脂摔跤呢，涂的主要是橄榄油，但因为橄榄油太贵，还有浓度太高，容易伤眼的原因，所以练习时大多是葵花油混橄榄油的方式。不过我现在担心的不止全身要抹油，看到教练更是无言啊。Selamünaleyküm. Selamünaleyküm. Merh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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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先啊，如果看到我们这个教练多么的粗，哇！然后呢 ？Yes. 他说这个的名字是 Kısmet。Kısmet. 对 Kısmet. 哦，这是我的裤子。对。哇，有够油的，它是泡在油里面的感觉，你知道吗？ Deriden. 他说皮的，然后就是只穿裤子而已。对，没错的。OK。 Bunu giysin, soyunsun. Giyinsin, sahada hazır olsun. 你先穿这个，等一下来这边。好，我们开始挑战。好，没问题。可是都是脱的，都是脱的。我的对手在哪里？你 rakibi kim? Rakip Barış Hoca. Okay, I'm going to challenge you. 你们等一下，还有 Merhaba. Maşallah. 你有看他们每个都超级粗的。然后重点是因为就是这种摔跤，它的耳朵，因为你着地的时候它一定会撞到嘛，所以你看我们的教练，他这个耳朵，他其实超级硬，就是那种叫俗称的摔跤的人，拳击手有时候也会有。好，所以 God bless me. Bunu verelim. OK， 谢谢。来，你加油。好，我们去换装了。你需要帮忙吗？可能要，因为他其实说不好穿，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开始倒油了。土耳其油脂摔跤穿着上最大的特色就是全手工定制的皮裤，有听到亮点吗？因为是专为选手量身定做，所以光是穿裤子就是一个大考验。真的是蛮重，现在是还好，但你看到它是因为皮裤嘛，然后再加上保养在沙拉油当中，它颜色其实非常的漂亮，但是这个腰围是没办法调整的，非常的硬。We'll see。有，对，可以的，可以了。用手都是，对，每个地方，要不然你滋润一下。对，没错，要不然你的脚不清楚。OK。之后你脱你的内裤。一镜到底哦。你不用担心，我们不会看到，可以了，脱。不要看了，不要搞。他掉了！真的掉了！你们不要，你们那边是放那个马赛克。这个教练哦，真的。我帮你拿，这样拿，这样。你帮我拿。对，这样。对，我这样的。他真的掉了。我帮忙很多。好，可以。这个是给他。对。图就不要拉住我。对，用，摸，每个地方摸，我帮你拿。右脚，对。好冰，加油。Şimdi buralardan çok zor geçecek. 超紧哎， Zorlanır. 他说这边很困难，所以你加油。你这样一起，脚一起，对。 Mustafa gel. 两个人才可以。加油！这个是我拍背来尺度最大的，可以 keep 不到，但是拍上面就好了。屁股多一下，靠，超痛的。屁股多一下，加油！痛！等一下，içine sok，大腿超痛。çok ağrıyor diyor. Kafasını soksun. 他说小蓉蓉进去的话没问题，你加油。我现在大腿这边很痛。Şurası çok ağrıyormuş. Hayır tamam lan. İşte oradan geçtikten sonra problem 他说这边肯定痛的，所以你这样做。 Ya da bir tane. OK。有吗？我屁股。这次感蛮奇怪。现在两个腿去摸他的屁股。好的。加油！超痛的。加油！你屁股可以动一下，这样，动一下。靠，超痛！好，我们要去帮着怎么揉嘛？他现在手是直接插进我那个缝。他真的很认真在帮我那个抹油。我这。好，可以，你做完了吗？
特写涂家，拜托，我在那边要死要活的。我把你让我关起来。可以。啊，等一下，旁边很痛，旁边。这里他。Bu kısımda görünce tek şey üst tarafı. Tayland'sa beni bulabilirsiniz. Rondo, sen şunu bırak. Harika oldu. Da.打一下的，你拿的话他会接一下，对的，想一下，对。累了，对不对？还没开始这么累。热身。不只穿皮裤是门学问，比赛前摔跤手们也会互相帮对方抹油，以示公平和尊重。而油脂摔跤不仅在2010年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土耳其人来说更是独有的骄傲。这个是大概600-700年的一个运动，传统的运动，特别用这个油嘛，所以世界上这是在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来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运动嘛。土耳其人打仗的之前需要练习嘛，他们这样练习，为什么用这个油的话很难拿到，对不对？打仗的很困难的事情嘛，所以他们准备最困难的、最难的事情，所以他们用这个方法，这样开始了700年的。这样子让我感觉就是你在保护你的有没有十字韧带，你的膝盖十字韧带感觉，因为他把这边真的是直接受掉哎。就像我们打篮球，就用布带在这边是一样的道理。场地的部分其实大家看一下很简单，它就是一个草地而已，它没有什么软垫这些哦，就是一个很 raw 的感觉。简单来说，油脂摔跤的获胜方式就是将对手的背向后着地就赢了。也正因为全身都是油，所以每场比赛都有不一样的变数，有可能一个手滑或脚滑就逆转胜。所以如何快很准的进攻，绝对是制胜关键。Benim de bildiğim bir şey olmadığı için. Koy bunu da koy. Bak. Hop. Oo, 这个很难，这个很难。Bekle, orada bekle. Bak. Şimdi, bak. Kollar. Can. Şu an çayına gömdü. Nemin kan. Bekle. Tamam. 可以了。今天我讲一下 ，Ron， 就你到这边呢，就你只要一用力，它再一翻，这边基本上就断了。对，所以就是要顺着它，就是除非你的力量很够，你要一直压下去。Ron 了，他再教我另外一招。对，这个没有那么简单。这个你看，要我他直接把我抓起来，小心！现在你对他做，帮我了，你走，我相信你，加油！这里进去，对。Şöyle tutuyor, şöyle. Evet. Bacağı çıkar.他是对，好，对，这样子。不是，对，OK。来，来换涂家。Şimdi你先4 elini üstüne. Aynen 4. Canlı. Can.这样子。对，等一下他给你。Bastırdık, güreştik. 再进去屁股里。 Şuradan aldım. Sol在那边。 Paça. 进去。对。 Aldım. Hop. Çektim. Neresi? 你爸爸。 Yukarıdan. Bak, çekiyorum. 他教你。对。 看他好球嘞！好溜，好球！他现在扶着我的小龙龙了，对，我必须屈服，因为他抓着他。他其实很多招都是会经过你的重要部位，因为没有地方可以抓嘛。抓等于孙立军他要抓这个重点。再需要。那。 先让我喘一下，看这个招数之后开始真正的，还没开始哦。油脂摔跤会朝下半身攻击，或把手伸到对方的裤头，主要是因为全身滑溜溜，只有裤子是唯一可以施力的地方。
也只有抓住这个实力点，才能进一步的牵制对手。不过啊，油脂摔跤有趣的就是那个油，有难度也等同有机会。正式对战，谁输谁赢，没有人敢保证。油脂摔跤的暖身仪式，摔跤手会以相反的方向开始互相致敬，然后做出类似跳舞的动作，例如将手举向空中，拍打大腿，以小跳跃的方式前进。会单脚跪地，手举起，先摸地，再摸膝盖，亲吻手，碰触额头，这是向观众致敬和表示尊重的动作。Watch that. 加油加油！拿起来，拿起来，柔柔！哇，完蛋，我被抓到了。加油！打字问，加油 ！Team Taiwan！ Run！ 超累，这里是最重要的，我相信你。现在你代表台湾，加油！柔柔加油！撑住，撑住！快 ，hold 着 ，hold 着！小心屁股，小心屁股！不理我们，哦，加油！柔柔加油！很好，很好，很好！柔柔继续，他说，哇！你们看，他的屁股，戳进去屁股，戳进去了。没有实力点的，伸进去！加油！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你自己输了，自己输了。没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了。我太想要把它翻起来。哦，重点是 Teşekkürler. Teşekkürler. Maşallah, maşallah, maşallah. 刚刚多久啊？你的感觉怎么样？刚刚多久什么？还没到1分钟，你自己输了，你这样输。现在心跳大概有150、160。感觉是怎么样？这个？真的很累，就是你的心肺功能要很好，因为你要一直盯住嘛，然后要一直想办法把它推开，然后要抓，然后你的下半身要很用力。但是这边到这边都会累，真的。这个我们阿麦在跟我讲的时候，我们导游还有说，其实有一招，大绝招，就是他的手因为不知道抓哪里嘛，可能抓不到你的裤子啊，那就他就是可能不小心会把大拇指放到你的后面的洞里面，然后以那个为支点，一摔，所以我一直跟你说保护屁股，保护屁股。是这一开始呢，其实不是认真的招，但是越来越多人使用以后，大家就默认了。所以我今天虽然没有赢没关系，我要保护好我的什么去洗啊？你看没？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小本本，得要让我们的教练好好的记录一下。那我们现在手都那么油，没办法拿笔嘛，我们直接毕竟这是油脂摔跤，我们直接印个手印在上面。好，我来了。OK. Abi buraya elinizin, çünkü biz imza attırıyoruz ama şu an en güzel imza sizin buraya. Şu elinizin yağıyla bir vurun, şöyle sağ el. Bir o buraya, sen buraya abi. 对 ，1, 2, 3. 他们 power 很大。这很像什么吗？好莱坞星光大道。OK， 这个很帅，这个很帅，这很有纪念价值。帅的。我来看你要洗多久现在我洗了一次头，完全没有用，真的是完全没有用。教练帮你洗。这也算另类的土耳其浴，免费的。双倍，哇！能实际参与土耳其600多年的古老运动，我想这个签名绝对超有纪念价值的。打点好自己后，我们要来去住宿的地点，好好的休息一下。
因为刚刚其实搬的行李搬得很累，然后你有看这个楼梯有够陡的，然后我们要扛上来，度假刚刚超级累，有一点，真的会有一点，因为我还没认真。好，来看一下我们住的环境，进来要脱鞋，当然是。哎呀，哎呦，感觉很大哦。来，涂家你的房间在哪里？我的房间这边，先看一下涂家的房间。OK， 来。我的房间我觉得很不错的，好像是一个饭店差不多，很温馨的小套房。对，来，你们看，后面我可以看路，采光不错。对啊。我们现在在的地方非常热闹，像酒吧、餐厅什么都有。然后客厅，来看一下客厅如何。客厅这边也可以进去。哦，真的假的？你的房间也可以直通客厅。可是我有钥匙，我关起来。这里客厅超赞。随便坐，这客厅很大哎，哇啦，还有壁炉哎，可以了，不错，舒服的。啊，我休息一下，还不错，客厅不错，还有他们一般的生活用的东西是还在这边，你们看，这个是超级久的，对啊，我记得我大概5、6岁的时候妈妈用嘛，所以这个是有可能30、40年的，还有你们看在那边的他们都用的书嘛，都有古董哎，对，而且这样的一个房间，应该说一整层，我们楼上还有2个小房间，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房间长什么样子。然后通常啦，在土耳其上厕所这边、洗澡这边，他们把它分开，对，分开比较好。然后这里就是厨房，你们看这里还有什么？在土耳其的房子的这种的一定有一个空的地方嘛，我们放东西的柜子什么的，你看，里面有很多棉被的，你们10个人也来没关系。客厅可以打地铺，我觉得还有刚刚房东应该是打开了那个暖气嘛，所以大家可以来这里，没问题的。好了，那我们就休息啦。安顿好一切之后，我跟涂家要来好好的打扮。难得参加涂家妹妹的婚礼，到底土式婚礼跟台湾的婚礼哪里不一样？我也是充满好奇。爱吃美食的涂家还会带我们去吃哪些特色好料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好，那我们要来先买卡。我之前没有买过的，我是安卡来的。Ben 3 geç bilet satın alabilirsiniz. OK。这个只能用刷卡吗？换一张。看看那个机器，每个机器不一样的。Kartınızı yaklaştırınız. OK。Ben 3 geç bilet satın alabilirsiniz. 不能吧？我就是想要信用卡的，哇！对，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去现金？其实，在土耳其现在信用卡都非常好用，大大小小摊位，甚至买这个芝麻圈也可以用信用卡。好，那我试试看这个。哦，这个可以，要买左边那个，这个就可以用 OK 现金了，对吧 ？OK， 这个有现金。Ömer'den İstanbul kart satın alabilirsiniz. 130，这个比较贵。好，这个你呢？哈哈，蛋糕卡。这样的，你们吃的东西很夸张，对不对？对。可是我们的婚礼的吃的东西是比较简单一下，因为是我们的目的是跳舞嘛。现在我们的红包的时间，其实我们没有红包嘛，我们是特别从环境小的环境挂在妹妹的脖子上。谢谢，哦，是百年好合的意思。谢谢台湾，谢谢台湾。网络版有日文字幕，所以记得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有回很多礼物和最好看的自由的旅行者。